Hello， 这节课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水晶粉残甲修复。可以看到这边有个皮损这是顾客自带的皮损，大家不用太纠结。然后看一下它的整个状态是，因为它模特习惯性的自己用指甲剪会把这个我们的本甲修得很靠近内部，整个是残缺的状态。那么我们操作水晶粉的情况下，跟光疗胶最大的不同就是水晶粉必须要用到干燥剂和结合剂，而且是必须搭配着使用的。简单的讲解一下，干燥剂就是去油去水用的，结合剂是结合水晶粉，让水晶粉抓附的更牢固用的。然后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就是市面上会说我们的水晶粉刻膜是需要竖向刻膜的。那么对于刻膜的这个知识点，只要是你单向单次创造出来明显的划痕的情况下，你不管是竖向的刻膜也好，还是横向的刻膜也好，都有抓附力的，所以这个大家不用太纠结。那么目前市面上，日本的话就是竖向刻膜用的比较多，然后美国的话就是用打磨头、纱圈头进行横向刻膜的比较多，这个按照个人的使用习惯操作就可以了。然后我现在涂抹的是干燥剂，干燥剂和结合剂理论上都是不能碰到皮肤的，但是我自己个人就会在你没有创口的情况下我的干燥剂会涂的接近皮肤一点点。然后可以看到干燥剂涂抹完之后，它就是一个快速干燥的状态，划痕会更加的清晰。它是通过挥发带走甲面上多余的油分和水分，从而达到促进我们结合更好。结合剂那就是一定不能碰到皮肤的指尖都要涂抹到位，然后剩下3边的地方，我们离边缘有一个1毫米或者是半毫米的空隙，不要碰到皮肤上就可以了。干燥剂和结合剂建议大家都涂抹2遍，结合剂第1遍就是你涂完2遍干燥剂之后涂抹的第1遍结合剂。接下来是我们要上水晶粉之前，比如说就是我们做完这一根大拇指，然后去做另外一根指头的时候我们要铺粉之前再涂抹1遍结合剂才能去铺粉好，然后我们去取一个粉球，做本甲修复的情况下，我们的粉球要取的稍微干一点点的粉球，像这个样子，融好粉的状态下吸掉多余的水晶液，然后我们去铺在甲面上，轻轻的左右的拖动，结合我们的本甲最边缘处，接着把笔立起来，衔接一下后缘。然后我们去收左右2边，水晶粉可以直接这个样子稍微铺到肉上一点点调整一下它的形状。底部把水晶笔这个样子抠进去的推起来，剥离一下。轻轻的指尖往下收一点点，左右2侧也是一样的。观察一下，整体铺出来的效果都是不错的，就是这里缺了一个尖尖，看得见吗？但是呢，如果你现在补就会影响我们的塑形，所以我们是选择先塑形，然后再去补这个尖尖。我们就等它稍微固化一下。固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用手去感受一下它的硬度。你看压上去没有软趴趴的，然后敲击一下，它不是那种闷闷的，是脆的声音，听得见吗？脆脆的声音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塑形了。塑形的逐步的话，建议大家用手指头像这个样子捏紧，往内收，按照顾客可承受的力道进行塑形。水晶跟延长胶塑形最大的区别是，就是水晶粉是需要你一直夹着它进行塑形的，等到水晶粉完全固化了才能松开。它并不是说夹一下然后就去照灯就 OK 了，并不是的，它是在自己缓慢的固化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塑形都要保持住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要这个样子夹紧了，然后等它固化然后还有一个辅助工具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纱条，也可以选择用纱条进行塑形，2边就会更直一点。我刚刚是用手指头把它调下来之后，再用纱条做辅助进行塑形的。好，像这个样子塑形就完成了，可以看到它就已经收了一整圈，效果非常好。你想要塑形效果好，你前提是2边一定要有水晶粉的厚度然后如果你的水晶粉完全干透了之后，我们再去夹是夹不动的。水晶粉它高硬度伴随着它的是脆度会比较脆，那么我们再去硬夹的情况下，它其实是会裂掉的，所以一定要学会把控好我们水晶粉的塑形时间。好，接着我去拉一下指尖直线，看一下2边的角有没有缺，
刚刚说这边有缺，所以我先拉直线看一下要补多少啊。然后像这个样子，这里还是缺了一点点，所以我们去补一下水晶粉，扫掉灰尘。因为我刚刚是用手部进行刻模的，它这里有可能有一点点我的皮肤的油脂啊什么之类的残留，所以我是稍微的用这个砂条轻轻的带过一下，把面上的给它磨掉，扫一下灰尘。这里就不需要涂抹干燥剂和结合剂了。首先第一步，先用水晶液轻轻的涂一下下，然后取一个适当大小的小粉球，我们去给它尖尖补出来。一样，等它完全干燥。好的，水晶粉完全干透了之后，我们进行打磨修行，用的是这个粉标的留一层的卸甲头啊，转速开到15左右。首先我们先打磨与本甲的衔接处，不要有一个很明显的台阶，把这里的厚度削薄一点点。接着整甲面的平滑度。然后这边的小鼓包，打磨头躺下来，我们磨出来的面就会相对更加的平滑一点。好，我们用打磨头把整体多余的厚度磨掉了之后，再用砂条进行底部轮廓线的修形。左侧与皮肤的衔接的地方，我们就换成这个小锥头进行剥离。像这种肉包甲式的这个残甲，两边的肉是扣进来的，所以我们也要给它侧线剥离一下，然后我们再去拉侧直线，注意不要磨到顾客本身的这个伤口啊。好，整体砂条的底部轮廓线修好了之后，然后我们用这个长缩头去清洁一下甲沟部分。好的，我们清洁干净粉尘，来看像这个样子，我们的残甲修复就完成咯。然后我们直接用这个彩色建构底胶的蜂蜜棉花糖色号啊，我们来涂抹目标色，给大家看一下逐步如何去涂抹，因为它没有办法倒置，所以会有一点小技巧。靠近皮肤的地方慢一点。用平头笔大面积的打完底之后，我们用小笔伸到甲沟里啊。像这个样子薄涂一层，找范围，接着取适量的厚度。放在我们的甲面上，
调整一下，看一下胶量够不够。胶量 OK 的情况下，同样还是换成小笔，我们去推细节。然后我们的角是没有办法倒置的嘛，所以我们的整体的胶的走向其实都是用小笔调出来的。然后操作的过慢，它就会往两边摊开的过多。这种情况下，可以再用小笔往回看，这个样子轻拨，让我们的胶再回到中间来一点。逐步的整体的胶的厚度都是靠我们的小笔进行微调的，哪里凹陷就用小笔带到哪里去。好像这个样子看啊，调整好了之后，我们直接用手持灯照灯。因为它建构比较有厚度，我们可以先照个3到5秒，然后手持灯挪开，让它散热散一下，然后再照3到5秒，然后再挪开，然后固化60秒啊。好，照完灯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晶莹透亮的感觉，质感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是3合1，它是底胶，它本身是可以做底胶的一款胶，所以它才能够不涂底胶的情况下直接去叠加在我们的水晶上。其次，它是有粘稠度的，所以它才能做建构啊。你们如果用普通的色胶的话是没有办法这样操作的，大家不要弄混了。普通的色胶你是要先薄涂一层底胶，照干照灯60秒了之后，我们再去叠加目标色。那么具体你目标色要叠多少遍都取决于你的色胶的饱和度啊。好，那么我这个就是一步到位，底胶然后建构目标色全搞定了，我就直接封层就可以了。我用的是瓶装的超亮钻石封槽，先大面积涂抹，指尖朝下的状态。然后靠近皮肤的地方换小笔，轻轻的推。不要取太多胶，太多胶会容易留甲沟，因为瓶装的封层相对来说会比较稀，流动性比较大。还是同样的，用小笔去拨动它的厚薄度，哪里缺胶就把我们的胶拨到哪里去，有气泡就给它刮掉。像这个样子，封层涂好了之后，我们照灯2个60秒。好的，我们来看封层照干之后，我们想要甲型更加的干净利落，就还是可以用砂条打磨一下我们的底部轮廓线。